肖战、藏海传，白玉兰遗憾未获奖有感。我想很多粉丝今天最大的遗憾，不是肖战没有拿到白玉兰视帝，而是藏海传6项提名，最终一个奖都没有留下。失望很正常，因为提名本身就意味着大家看到了这部剧冲奖的希望，当然期待越高，落差自然也会越大。不过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一些陈情令的 CP 粉把这次白玉兰的结果与前几年另一位男演员的白玉兰经历联系起来，然后就再次开始 diss 白玉兰。再联想到当初肖战227事件的源头，我真得觉得这群 CP 粉啊，无论支持谁都没必要把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强行捆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让肖战也莫名其妙和白玉兰产生对立嫌隙。至少从现场来看，肖战始终保持着笑容和礼貌，对整个白玉兰活动给予了充分的配合和尊重。无论他内心是否有遗憾，他所展现出来的职业态度都说明这样的结果是在他能够坦然面对的范围之内。更何况客观来看，肖战和藏海传这次的零获奖，在白玉兰的发展历史中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结果。回顾白玉兰，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它更倾向于奖励演员长期稳定的积累，而不是一次爆发。第一次获得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就直接拿奖的情况本来就不多。对于肖战这样本身关注度极高、讨论度极高的演员来说，如果第一次提名就直接获奖，获得掌声的同时，也很可能伴随着比奖项本身更大的争议。相比之下，现在这条路反而更稳，因为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会因为一次陪跑而失去价值，真正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因为没有拿奖就失去它的影响力。比如《甄嬛传》，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国产电视剧绕不开的天花板之一。谁会因为它当年没有横扫白玉兰，就否认它是一部现象级作品？知否，父母爱情、欢乐颂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当年的大爆剧，但都在白玉兰奖中多项提名，最终颗粒无收。但这又能怎样？多年过去，这些剧依然拥有极高的重播率和讨论度，也早已成为国产剧的经典。当然，还有一个很能做类比的庆余年，无论是市场热度、观众口碑，还是行业影响力，都足以证明它的成功。但可能因为是架空题材的缘故，无论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这部作品也都是获奖寥寥。所以奖项固然重要，但它从来不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后来孙俪凭借其他作品摘得白玉兰视后，赵丽颖也凭借新的角色完成了奖项突破。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证明了一件事，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部作品有没有拿奖，而是演员有没有持续拿出优秀作品的能力。我觉得现在的肖战其实也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相比几年前，大家讨论的是流量演员能不能演戏，而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肖战什么时候能拿白玉兰。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像孙俪说的，中国一年200多部电视剧，他们能被提名，最差也是第5名了。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来看，我反而觉得这次白玉兰对于肖战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面对这一届的几位提名者，无论是从从业资历、作品积累，还是作品题材来看，竞争都非常激烈。更何况《藏海传》只是一个开始，肖战后面还有《小城良方》、《谍报上不封顶》等多部待播剧，而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大场背景，都是主流奖项极其认可的存在。如果剧播效果好，可比《藏海传》获奖的可能性大多了。而且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获得一次提名也许只是起点，真正决定职业高度的从来不是一座奖杯，而是10年、20年之后，当观众再回头看时，依然能留下多少经典角色，多少优秀作品。而这恰恰也是我最看好肖战的地方，因为他的演员生涯远没有走到终点，未来还有很多机会。